資產課不說的秘密，預售賣不動了，建商寧願不賣了。先說結論，北台灣推案量大減，房市崩盤的訊號還沒崩啦，現在是建商咬牙在硬撐你要進場的話，現在是蠻好的時機。嗨，我是買房阿遠，訂閱買房阿遠，我先祝你老了有房也有錢。我們上一期影片聊了台股4萬點，政府該用在房市嗎？如果你還沒看過的話，可以看一下。這是我們來聊一個新聞，標題我念一下：520檔期急凍，專家房市進入預售斷供，中古撐盤新格局。內容是這樣，根據住展雜誌統計，2026年北台灣新成屋預售屋預計推案量僅 1610.7 億元，創近4年同期新低，年減 9.3%。然後有一張統計表，你看一下。照顧 Podcast 的聽眾，我把它簡单念一下：台北市推案量 171.5 億元，年減 39%； 新北636億元，年減 31.6%； 基隆跟宜蘭直接掛蛋一個建案都沒有推那唯一有大量推案的地方只有新竹，因為台積電跟 AI 嘛推案量年增 353.5%。然後講一下為什麼特別提這個520檔期因為過往的農曆年過後到5月底之間都是預售買氣最強的時候，所以我們可以透過這個檔期的觀察，了解建商現在態度是怎麼樣，結果如何也很清楚了。建商現在相當之保守，所以你要知道建商為什麼不推案了那我們就來說建商怎麼了，他怎麼連案子都不推？他是覺得自己吃西北風就會吃到飽嗎？還是怎麼樣我的判斷是建商現在仍然不看好未來的買盤因為政府看起来沒有那麼快就要去鬆綁信用管制。我們一直講說新建案即將截止，截止前會出現那一波買氣，這件事情只會發生在中古屋或新成屋，你知道？因為建商現在賣你預售，那個是以後交屋的事嘛，幾年後的事所以對建商來講，現在叫市場超級差。他如果現在硬要推案就只能降價求售。好，降價求售會怎樣？已經有案例出現你看這個新聞標題，中部建案一坪降10萬，已購戶被叫回重簽合約。還有這種事，屌吧？台中的建商已經有人受不了了，一坪降10萬，還叫已購戶回來改合約。這樣的操作勢必會影響區域的房價嘛，其他建商也會被波及。會不會接下來出現台中預售均價都降10萬，就可以觀察看看。那你如果不想降價的話，你還有第二條路就是我不賣可以了吧？所以才會出現說宜蘭跟基隆一個建案都沒有出現的情況。反正現在就是比誰氣長，比哪個建商可以撐得比較久。那你覺得是中小建商撐得久，還是財團股票有上市的？那最後你要知道，中古屋將迎來熱潮，這件事情對中古屋來說會是好事情為什麼？就供需原理。本來想看新建案的小夫妻，發現怎麼都沒有新房子只有少少間的預售可以看那他怎樣？他就退而求其次去看中古，趕快把那個新青安辦下來。去看那些屋齡比較輕的中古屋，所以接下來會發生的事情就是中古屋的交易会變多，尤其是屋齡在10到20年中間的中古。為什麼是10到20年？因為這個屋齡的房子夠新，然後價格上又比預售還要香很多。通常你裝潢也不太需要處理水電什麼的都還好好的，頂多就是重新裝潢成你想要的樣子不需要大興土木在那邊驗屋什麼的就对了。然後銀行貸款也很好貸所以如果你手上有這類的房子，你也放滿5年了可以考慮看看是不是就順便來個小換大舊換新，這樣趁這波房地產在冷的時候有機會直接去上到以前在熱的時候想都不敢想的房子。那如果你是買方的話，反向操作那你就是故意去看預售看能凹到什麼厲害的東西因為建商現在就很怕賣不出去，所以各種好談送家具送裝潢就是快變成基本內建了各種都可以送，你就評估看看吧。講了整理一下，我們先分析了現在520檔期背後急凍的原因，以及建商現在面臨的降價賣還是乾脆我就不要做的兩難局面。同時我也跟你討論了，當預售市場開始縮手以後，資金跟買盤接下來很可能會轉向中古屋市場，尤其是屋齡10到20年的中古屋可能會變成下一波的熱門產品。所以接下來你会發現市場的重心將会慢慢從預售移轉到中古身上。那最後我想問你，如果你現在準備要買房子，你會選中古還是選預售？冲預售我要去占建商的便宜，比買中古我覺得中古比較穩健C 我先做股票我先放着，我先觀望一下。在講八卦之前來點乾貨，很多朋友會問我說，阿元你房地產做這麼久有沒有口袋名單这不就來了嗎？
掃一下這個 QR code， 我有的牌都在這裡了。進去先點影片看我介紹，讓你心裡有個底哦，然後就可以直接加他們的 LINE 了。買賣房子，台北找銷店，高雄找林店，美術之星，這2位都是我的大前輩，我有問題也是直接問他們，你就直接敲就對了。如果你雙北要裝潢漢一室內裝修嘛，很多觀眾朋友合作以後都覺得很滿意。那如果遇到了法律上的問題，有頂尖律師可以幫助你。好啦，我有的資源都給你了，你有需要你就大方用，不用客氣。最後我要請你支持我，加入我的頻道會員，每個月250塊錢，直接抄我做好的重大建設功課。高雄自產老會員都跟超過1年了，沒料的話大家早就跑了。最後也不要忘了幫我按下訂閱按鈕。YouTube 的後台跟我說有 74% 的觀眾還沒訂閱，這樣都能超過5萬人支持。如果你還沒訂閱，麻煩先按一下買房阿元 logo 旁邊那個可愛的按鈕，對，點下去就對了。這樣我離10萬訂閱又更近一點，拍片的動力也會暴增。按好了嗎？感謝你這麼挺我，祝你老了有房又有錢。講八卦講八卦。現在就现在超級冷啊，超級冷的情況這有好幾個面向可以討論，而且都不一定會發生，因為歷史上有發生過。首先我個人是認為這種現象非常的不 OK。因為這個你一個建商你要推一個案，你要買地，你要蓋要3年，然後慢慢蓋，這樣弄，這需要一個龐大的人啟動。就像那個鑄造鋼鐵的鍋爐不能關，你關機了以後要重新讓它燒回這個溫度那都是成本啊。結果你現在等於是關鍋爐了。好，那你要下一波建商欣欣向榮的這樣子重新發展起來你這個就不是什麼突然信用管制突然就會起來都不是，就是你要重新加溫的過程這一加溫就會出現未來新屋供應的空窗。你說什麼現在史上交屋潮最大，可是现在交的屋是不是3-5年前蓋的？對啊，現在開始都不蓋了。好像那個基隆，像那個宜蘭，好，那你看它3-5年後就沒有新房子可以供應到時候當地還是有當地的需求，是不是只能看中古就這樣。我個人認為這不是一個什麼健康的情況那再來就是你在那個建商都快倒的情況之下，會發生很多莫名其妙光怪陸離的事情然後這對未來的買方都不是好事情。我首先講水電材料大換血就是這樣。為什麼活不下去啊？活不下去的話能省則省啊。原本說進口水龍頭日本進口的水五金，然後偷偷換成就台制的然後換成陸制的之類的，這個還是我們看得見的部分看不見的部分，你說他看得見的都改換了，看不見的會怎麼樣？這個對未來的買方會是好事情嗎？然後缺工又缺料，我實在是認為說那個建商你在蓋房子缺工缺料，你就不用跟消費者講，誰不知道現在缺工缺料？你怎麼可以因為缺工又缺料，然後那個外勞大軍亂貼瓷磚交屋就漏水，交屋就膨供的情況，你要叫消費者吞，這很沒有道理的事情啊。所以這種情況會更加嚴重而已。為什麼？缺工又缺料現在又賣不掉，那你要我这個建商怎麼辦？我當然是將就的辦只要能順利交屋。我現在求順利交屋我也不好賣，你知道那怎麼辦所以現在建商都在騎虎難下，除了大財團以外，你看大財團他們還在買地然後還在蓋樓然後再來是就是營造品質都會差很多。比方說工班領不到錢會怎樣？你覺得他會好好弄嗎？領不到錢那沒關係，那我們還是把今天這場好好掃乾淨，把它做好，品質把它弄到好，不可能。一開始我們安靜的報復，你有沒有聽過？就是裡面給他買東西買垃圾然後那個便當啊然後那個排泄物啊就開始亂搞了。反正怎樣？反正你沒付我錢啊，阿伯利奇被他弄他就是找不到你，你就不出面，他就在那邊工地亂拉或者是怎麼樣把現場搞得一团糟，怎樣逼你出面？你这個欠錢的建商出面了，他還找得到人處理。接下來這種光怪陸不用接下來，現在都還陸陸續續在發生了很多有的沒的情況然後建商會跑的，你知道爛尾樓啊，爛在那裡，然後爛尾樓你想說沒關係只要他地段夠好，會有人來接的，很難有人來接。為什麼？爛尾樓你不要看說就是一個風吹日曬的鋼筋，不是這樣呢，它是整棟都在瘋狂燃燒的債務啊！你以為嘞？因為他就欠一大堆工班錢啊，或者怎麼樣還沒結啊，然後利息一直滾啊。你下一個接盤的人，你要超有實力的，所以爛尾很難處理。你看到的爛尾，那是在燃燒的債務，而且還不斷膨脹，還會造成很多有的沒的事情。尤其現在又交疊一下股票那麼好，建商會不會想說，幹，那我當初我做這個建商是在幹嘛？
錢都一直出去都沒有回來，然後現在即使出去了把房子蓋好，我也賣不掉的情況下，我要幹嘛？我當初有這個錢，我去做股票不就好了？我做台積電的2、3億的小股東不就好了？全家就舒舒服服過日子。現在這種東西這就是我說的，一旦關閉以後，你要重新重啟爐灶，你會有龐大的人啟動的成本跟時間要等。那現在看起來新屋的供给在日後，你現在在建商，你不要說倒閉啦，賣不掉冷盤，不願意去推新案，造成的需求的推案的那個供應的缺口都不是現在都是3年後、5年後，那我們就等吧。現在還有辦法繼續推案，大建商財務體質健全，就是他可以從其他地方調錢，而不是完全靠那個老闆自己的能力的比方說新復發，比方說遠雄國泰這種就不會倒了的建商，他們繼續那以後就是寡占的格局了。你要買房子大概只有大建商或地區的很有實力的小建商，就這樣地區會有，家族會有，我亂講，新莊就有新莊傳統建商在地家族建商，板橋就有板橋的，新店就有新店的高雄就有高雄的那台中的話，大里就有大里的你只剩下大財團不然就是這種有實力的小建商可以買。然後現在還沒發生我們準備看看吧如果繼續冷下去的話，下半年就會開始出現所謂的爛尾樓了。爛尾樓又要維權又要大家一起集合起來叫律師怎麼樣慢告，哇，那個損失本來就是預設好算好他什麼時候蓋好我住進去，對啊，現在爛尾這個我錢付了房子沒拿到，然後老闆跑了然後偷渡怎樣跑掉了，他跑了之後一坨爛賬爛在這邊，那你說會有下一個建商跑來接，誰這麼勇？所以如果房地產沒有受到妥善的處理的話，它的火一燒從源頭開始燒到比方說建商然後燒到代銷代銷的小姐現在也找不到什麼案場可以去上班收入也都銳減的你能怎麼辦？沒辦法現在就是這樣。房地產真的就是政策的副產物政策想怎樣就怎樣。那我還是那句話，就是房漲多了就要打跌深了就要救現在就反覆橫跳反覆橫跳了20-30年了。那現在看起來是打多的情況至於要救我也不知道。總之杨金龙杨總裁自己都說6月18號的第2次央行理監事會議會比較重要，我們就靜候佳音吧，還能怎麼辦？還好我不是在建商營造這相關的體系我們都做中古了，我們目前還是沒事。